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3号，比特币 15K 抄底的多单，个人计划要报到100万美金啊。今天视频或者来反驳一下，很多人是觉得比特币根本就不可能涨到100万美金，或者是狗狗币10美金、100美金，没有这种可能性嘛？等下利用整个全球 M2 货币的供应量，特别是目前人民币的市值以及美元的市值，或者是再去比对全球房地产的市值，中国的整个房地产是可以买下全世界啊！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比特币完全有可能要涨到100万美金。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留图，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走势包括昨天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到，我个人的观点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横向震荡为主，因为目前是在缩量，包括昨天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到，不排除目前比特币的牛市有可能像2016年当时牛市刚起步的位置，在高档的位置也是有横盘了接近160天才开启一波大级别的分流的行情。那至于分流的高位，比特币如果这个位置整理到位，上涨的目标有没有可能达到100万美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00万美金，思考一下目前的供应量，或者是将来全部挖出来的一个数量是在2100万枚，2100万枚去乘以100万美金，总市值其实大约也就是21万美金左右那我们要思考一下，美元目前整个 M2 的供应量，也就是市场上的现金加上所有的储蓄或者是存款，整个供应量截止到2023年1月初的时候，整个美元的总市值是在21万亿美元我们要看一下这一张走势图它整个几十年以来，美元也是不断的在印发，这个 M2 也是不断的在扩容，所以也是跟大家讲，现在美元是在没落，包括之前在推特上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11号的时候，就当时比特币跌到2万美金，也是希望大家硅谷银行倒闭，比特币是它的对立面你一定要去重仓配置这一个，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对比特币来讲就是一个大利好，主要就是全球的货币都是不断的在印发或者是超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如果我们去观察10年以前美元的供应量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3年附近，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0万亿的一个总市值就是说等于走到现在，经过10年的时间，美元的供应量是印发了接近1倍。那我们要思考一下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情况，我想跟大家讲，人民币是更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人民币目前 M2 的总供应量，截止到2023年2月份，整个人民币总供应量是在275万亿人民币。那如果按汇率 6.5 去换算美元的一个市值，大约是在目前的人民币市值大约是在42万亿美元我们要思考一下10年以前人民币的总供应量是多少，我们可以拉到比如说15年或者是13年的2月份，大约人民币 M2 的总供应量市值是在不到100万亿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的话大约是在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所以我想跟大家讲思考一下，人民币是更黑差不多10年的时间是扩容了都快2倍，美元的话才扩容了1倍，所以也是非常的恐怖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所有的钱给我换成比特币也好，或者是就来这个币圈这个比特币它就是针对政府印钞的权力过度集中，一定要珍惜低点买的筹码，或者是低点买的筹码一定要给我抱住那我们再思考一下，比特币21万亿的市值，现在整个美元的市值也就21万亿，或者是黄金的市值我也是有看过，目前可能就10几万亿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房地产的总市值呢，中国的房地产是可以买下全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组数据，大约是在20年的时候统计的一组数据，中国目前住房的总市值大约是在62万亿美元我们要看一下美国房地产的总市值，在20年大约也就30万亿出头再观察一下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个房地产的总市值，其实
也就10万亿附近啊。所以思考一下，美国30万亿出头，日本10万亿，英国10万亿，法国10万亿，德国10万亿，可能就70万亿吧。那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62万亿，接近可以买下全世界啊。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这个东西崩盘，这个比特币100万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肯定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啊。包括这个狗狗币，反正自己去计算吧。狗狗币1300亿枚，那如果1块钱的话，那就是1300亿啊；10块钱的话就1.3万亿啊；那100块的话，那不就13万亿啊？很简单啊，未来完全是有可能。如果真的狗狗币是不是美国那边的阴谋？美元要没落，要开始使用这个狗狗币，我也不确定到底是要用哪一个货币。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未来要成为一个数字黄金？现在全球都已经开始不想用这一个美元，包括很多国家也是用其他的货币来清算，或者是人民币也好。但是我个人的观点，人民币是比其他的货币都要黑哦，所以也是希望大家比特币尽量给我抱住啊。至于短期的图形，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震荡。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它也不排除就类似当时16年整个底部脱离以后，就是这一个底部脱离以后，脱离了2次，然后在这边横盘震荡的一个区间，这边是接近160天，后面最终突破的时候，比特币分流就开启了。16年当时是涨了几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去算嘛。因为当时的低点差不多就是在150美金附近，后面涨到高位的时候是最高点就涨到2万啊。包括我个人观点，现在也是一样，有可能这个位置需要震荡一段时间，到时候看突破的时候必须要放量，不能维持这种量的。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昨天这个狗狗币啊，之前的这个买点，我个人有买的话，到现在都是一直在爆啊。然后昨天现在是有一点不太漂亮，它突破又压回，那我们观察一下，明天收盘最好能给我收在这几个收盘价的支撑位上方，因为这几天确实是有量。现在狗狗币它周线的一个牛熊线啊，昨天是有一点可惜哦。本来是看到盘中应该是要过了这一个牛熊线的这2条线，现在是没过。那我们短期就观察一下什么时候能放量再给我突破这个位置，因为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去观察20年当时狗狗币是怎么分流上去的。当时这边不是有一根突破压回来，然后在这个位置洗盘洗了很长一段时间，就类似这个位置突破以后压回来洗盘，就是在这个牛熊线下方洗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也是在洗啊。等到真正突破的时候，站上这2条线的时候，有可能这边也是会整理，后面开启分流的时候，记得马斯克是不是一直在这里面喊单这个狗狗币，所以有可能马斯克也是在等这个形态什么时候突破上去，或者是整理到位，或者是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整理个100多天，真的分流开启的时候，马斯克会不会来喊单这个狗狗币，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哦。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